来到了西园国际，看看跟你印象中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？这个广场一直是不温不火，因为它夹在中原万达和锦艺城之间，位置比较尴尬。然后在2021年的12月27号，应该是做起了拍卖，但好像不知道之后就没有消息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没有拍卖出去。准备先从下头走起。1楼，负1楼。负1楼。负1楼这儿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大牌，主要都是些这种小卖家，他们自己开的店，所以其实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，疫情前还好一些。这是地铁的入口，通往郑州地铁1号线秦岭路站。哇，这里头看来不少店还开着呢，倒比较意外啊。这些衣服店，因为这是一条从地铁口出来去商场的必经之路嘛。看看录的效果如何。看来这儿的空置率不是很高，我还以为会有很多的空置掉，但是结果看来还是很多人在这儿租了有摊位。再往前走就走到郑州地铁1号线秦岭路站。华润万家哦，这儿改造成美食街了。以前这儿就是华润万家呀。我记得以前这儿就是门口是摆的一个卖冰箱的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小吃了，看来只有小吃能活下去。盒饭。热干面。酸菜鱼。哦，看来这一排完全改造成了小吃街了。之前这一片全都是卖各种家电的。就是华润万家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不是华润家，是叫什么？反正是哪个卖家用电器的这个商场。不过这些吃的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让我。这是华润万家的这个超市的入口。对，以前这是苏宁这一大片都是苏宁的地儿，现在都变成小吃街了。
这儿的生意还行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差。超市就先不进去了，今天。这是卖内衣的，卖一些小玩具。当然，这儿的玩具的档次就没法跟中原万达一些店比了。这边是华润万家超市的出口。也没有什么可逛的。点痣王。一元美串。已经改造成这样了。这是负2楼的停车场的扶梯，然后从这儿就能上来，上到1楼。这一片卖鞋倒是没有变过，一直都是卖鞋。然后这是卖衣服，但这边好像有变化啊，换了几家，回力应该是疫情后才入驻的。包括这个什么金盾。卖电动车的，这个中国珠宝一直是在坚持的，知道很厉害。还有这个钱昌珠宝也是啊。这一家，我记得是疫情前18年、19年开的，一直开到现在。这个荣耀店是新开的，有什么时间味道，那个衣服店也是。这个 COCO 也是疫情期间开的，之前是个什么忘了哪家服装店了。哇，说明这个商场虽然整体在被拍卖，但是呢还是人气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热风也是开的时间蛮长的。1楼都是些女装，各种女装，还有女性护肤品。这还有个京东电脑数码，这倒比较意外啊，开到这儿，说明这儿的租金不高嘛，它能给这 hold 得住。这家这是2手商品店吗？这个繁文花倒是也开了很长时间了，这个我忘了 ，Smell Game。后门锁着呢，出不去。从这边，这个衣服的生活馆好像也是，我忘了是不是开了很长时间了。这个小米绝对是新开的，就是肯定就是疫情后开的，之前是没有的。肯德基好想来，上2楼看看。
灯火通明，还是挺热闹的。2楼之前是大量的跟少儿相关的东西，当然主要是各种学习相关的。3楼也是，我觉得这类真是在这里面活下来。这回力，好想来。这个河南省小明星艺术团倒是一直坚持的，我觉得从有西安国际就一直有这家的，这些家长都在等。卖童鞋的、童装的。瘦身衣服，我上次来应该是去年的，反正也是穿短袖的时候，当时好多店都关了，现在又重开了，说明大家还是对这儿的这个店铺还是有信心嘛。当然也可能这儿的租金肯定比较便宜。这个荣耀是新开的，美甲。哇，这都是女性相关的产业。唯品会，这个唯品会是疫情后开的，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，因为这家唯品会呢，它是在另外一个大商，就是陇海路和红柏路交道口的大商挂了之后，然后在这里面开了。曾经还是挺火的，现在看起来人不是很多。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来过这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篮球馆，孩子们正在打篮球，我觉得这倒挺好啊，运动。以前2楼有好多孩子的培训中心，双减以后都没有了，现在都变成了兴趣活动中心。像这种运动馆，我觉得也行。你看，就像这个也是一家教育中心，这已经不大了。人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多一些。这2家都是运动中心，孩子们。孩子们都把这儿当成游乐场了，这倒是成了这一家商场的一个特色。姐姐，你看这些标志都是小动物。我觉得这反而可能打得出来它的特色。这儿。这就是这家卖衣服的，应该是新出的。之前是个什么来着？应该是个饮品。黑糖以前是这么大吗？还是比这大1倍？现在已经把这个缩减了。儿童美术馆还是儿童相关的。这儿我记得以前是一家中年人开了一个店。非常文绉气息，后来就疫情前就已经不行了，就换了。这家纸的书店是这个商场的最有名的一个网红景点吧。看现在人多吗？还行。这以前也是有一个人搞了个艺术馆，现在变成网球场了。少儿网球场，我觉得这也挺好。之前应该是19年之前，当时给这儿开的是一个艺术画廊，但是我觉得那艺术画廊自打开了以后就
灯就没有亮过，反正我来的时候就没有亮过，我也没进去看那个画廊里面到底什么样，就在这里面。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网球场。这一家轻食好像是一直都有的，它一直在开着，说明它还是有利可图的嘛，对吧？这机器人俱乐部应该相对来说新一些。我记得以前3楼里头是有一个小特色的街道，在这里头。哇，这还是小孩相关的，开发大脑。这个是个发廊，这个发廊倒是坚持很长时间。文印店，这家文印店干不下去了。肉蟹堡，这是新开的，以前是个什么来着？是那个西餐厅吗？我忘了，是在3楼还是在4楼？一会儿上4楼看看。这家也干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今天没有坚持下去，它是一个摄影工作室。在疫情前，我觉得开的还是挺好的，看来现在已经人去楼空。我觉得也有一些网络这种品牌的，在郑州的入驻以后，价格比它要更加性价比高嘛，也比它便宜，所以呢，估计它也有点，再加上疫情缘故，有点扛不住了。还是孩子相关的，这个是街舞、音乐教室，反正就是把小孩送来玩的一个地方。钢琴，这一片现在变成一个游乐场了。之前这是一大片，就像这样的，一间一小间一小间的这种商铺，现在疫情后全部都干不下去了，是教围棋的。反正这么一看，2楼、3楼全部变成小孩子的产业。毕竟只有孩子这种才是硬性的消费。这是画室、素描。音乐，反正都是跟孩子相关的，让孩子有事儿做，对吧？现在这种游戏厅也都变成了电子化操作啊。4楼，开始就是卖吃的了，关键是这个也没有5楼。5楼的话，以前是健身房和电影院，已经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。奶茶店，来到4楼就感觉到萧瑟感了。香菜，这家新开的，这家百年老妈不干了吗？看来还是没有坚持下去。人去楼空了。百年老妈应该是之前是在这个桐柏路的那个杜康大酒店那儿，然后搬到这儿了，看来又不干了，又不知道是要搬到哪儿了，还是怎么地了。牛哄哄自助餐厅，豆花鸡。
台球馆，这个里头以前也是一个小吃街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台球馆。反正变成娱乐的地方。老北京涮锅，人不是很多，当然也因为这会儿还有点太早了，这会儿也就不到7点，并且呢，今天还是工作日。这家王婆大虾很厉害呀，我觉得他一直坚持，这倒是很意外。疫情这几年一直在坚持下来，没有倒。这个烤鱼应该是新开的。反正这些店的人都不是很多。桌游，我记得应该是这儿。这个桌游馆，我记得之前是在疫情前是一个西餐厅，然后后来就干不下去了，就换成了一个桌游馆。不知道它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换了以后就碰到疫情了，那么你这不就BBQ了？装修的也挺好的。KTV， 这个麦潮还活着吗？这麦潮如果活着的话，这时间也挺长。吹了一管，这个也完犊子了是吧？那是想法很好，因为估计这儿的租金比较低，只不过你碰到疫情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以前这一排全都是卖吃的，现在后来就变成了这种游戏厅，只不过呢，疫情一来就完了。这家麦潮看来活得不错啊。KTV， 这家也不干了。这一家，这儿以前看到了，这儿有一个融合菜，看来他也干不下去了。这家融合菜，我记得以前来的时候，哪怕是疫情后来过几次，吃的人还是有的，说明他家味道还可以，但我还没尝过，这已经完犊子了。来到顶楼，顶楼其实就没有什么了，顶楼呢就是一个健身房，还有一个影城，电影院就不去了。这个健身房看来一直就没有转出去是吧？已经最早就叫卧翔健身，后来改了几次名了。后来似乎还说要加一个游泳池，也没有加成。现在变成西朗健身。最早来的时候是2015年16年左右，当时跟他们员工聊天说，他们老板当时啊，就是15、16年时候，当时那个健身房还是在高速成长期吧，一年也能赚个不少钱，至少30-40万，或者20-30万起步。后来就不行了，在疫情前其实这家就已经不行了，然后就换了嘛，换成另外一家。另外一家接手以后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，然后疫情来了，那也就没有办法。儿童英文剧都是在主打儿童的相关产业。看来这个地方虽然人气还是比较少吧，但是也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，就是专门主打小孩。